在越南北部旅行，我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游历了约1个半月，因为各种小意外3次回国，而现在终于要出发越南中部了。本期影片我将离开越南首都河内，体验搭13个小时的过夜卧铺大巴前往越南中部，第一站是过去的成天顺化省，而在去年已改为中央直辖市顺化市，成为越南第6个直辖市。这里有在越南鼎鼎有名的顺化皇城，有人称它为越南的紫禁城，是越南部分皇朝的首都，也是越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在199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越南9个世界遗产之一。接下来跟着阿树开始今天的旅行吧。这个西湖府就在西湖边上，据说初1、初15很多越南本地人呢会来这里烧香拜佛祈福的，是一个风水宝地。穿短裙，好像不太好。那要不你进去，我在这里等好不好？好的。德泽度明，以母慈心。西湖府坐落在西湖中央一处伸向湖中的小半岛上，这一座古老的神庙祭祀着圣母柳信，它是越南民间信仰中4不死之一。据传说，圣母曾降世人间，并在此地停留，因此人们在此建庙以表敬仰与追思。西湖府大概是建于17世纪，经过多个朝代的修缮与扩建，特别在阮朝，西湖府成为了北方最重要的圣母信仰中心。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信仰此处祈福可得财运、平安与幸运。这些榕树的感觉是奇珍异木的感觉，长得很奇特。女中尧舜，越南小吃，这个叫不出名字，中国也有。这个是一种饼，一种饼干。这个是夫妻饼哈，结婚的时候吃的。这粽子啊？粽子啊。是。麦小鸟鱼，这个我吃过。这个是豆浆，叫豆浆哈。对，但是从这到里。bánh này là bánh gì hả chị? Bánh khảo.是一种粉，做起来的，像年糕一样。哦，出口。出口。虾饼。在越南比较少见。刚才说到这个西湖边的富人区，除了一些外交官呀、政府的一个高官政要呀，还是很多这个外国企业这种高官的一个聚集地啊，比如说像韩国三星的一些科研人员啊。是无数普通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一个梦想。之前这里有一个咖啡店，我一般骑自行车骑到那个桥，然后就停在这里喝点东西。哦，这是一个小岛上有一个咖啡厅哈。这小孩说想喝个椰子，可以啊。这个有冰镇的吗？冰镇？是什么？冰的。哦，感恩。甜吗？甜。你的比我大。
我觉得中国比较有前途，因为我学中文嘛，我劝他学中文，因为我学了，我知道啊，现在中国人来越南创业很多，然后很需要会中文的越南人。对，就算工资刚开始也不是很高，但是慢慢的，这个你试一下。越南他年轻人结婚是怎样一个传统呢？我们如果按结婚年龄是18岁，但是一般像我们在城市里面都要上大学嘛，22岁才毕业，所以都要22岁过后才结婚。在农村的话，他们不上大学，夫妻会早一点结婚，18、19岁。对，有很多18、19岁、20岁这样子就结婚了。彩礼什么的就没有中国那么高，办婚礼也不是很复杂，就是2个人相爱，然后彩礼是随意的，就你如果你条件好，你可以给多一点，或者你条件不好，主要是两边愿意。如果一个男的有房有车，肯定是更好找对象。拜拜。感恩。 2个椰子7万，大概是21块钱。今天河内没昨天热，昨天估计34、35度，今天可能是30度到31度左右。你看这路上随处可见 Grab 的一个摩的师傅，往往他们也是开的比较快的。如果他们后座没有乘客的话，时间就是金钱。坦白说，每次坐 Grab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觉得还挺危险，因为开在马路挺中间的。像我开摩托车、电车，我都习惯开在路的最右侧，就是已经挨到马路牙子上了。看到师傅的手套都是防这个跌倒的哈。点了一个叫 Sticky Rice 那个糯米饭吧，还有一个 Mixed Dishes。这个是。OK， 感恩。7万2越南盾，大概是21、22块钱。这里包含2万2越南盾的这个加了油的糯米饭吧，还有一个叫 Mixed Dishes， 就混合的菜肴啊。这个越南鸡肉，然后腊肠，这个是肉酱，然后还有这种像是肉松哈，这个像是肉糕，然后这个是煎蛋。里面呢是撒了一些，看到干蒜、黄豆糕吧，黄色的糯米饭。因为今晚要坐13个小时的过夜大巴，从河内搭车到中越的顺化。顺化是这个皇城所在地啊，我们后面再慢慢介绍。所以因为搭车太久了，所以要吃饱，所以要吃米饭。你看它这个一点蔬菜都没有啊。好在这里有一点那个腌黄瓜哈。反正这个就很丰富了。哦，那个黄色的，像是土豆泥。第一次吃饭撒肉松的，这个挺难咬的，因为你稍微用力
它这些配菜就掉往下面了。这腊肠跟糯米饭好吃，这个腊肠很合我的口味，跟中国的很像，就是咸甜口味的，但甜味很轻。这个油香的糯米饭，撒了一些干蒜在上面啊。光吃糯米饭不吃配菜都 OK。这个糯米饭带一点点咸味，然后呢，主要就是油香的感觉啊，它是撒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油，来点这个肉末，哇，太美味了！我感觉每个配菜都特别下饭。叫胡瓜吧，这个好吃啊，好美味啊！这顿饭。鸡蛋外层啊，像烤了一层虎皮一样啊，真的好吃。一杯越南柠檬茶，有越南鸡肉，哇，一口下去口感特别丰富，很满足。它有冰块，但是是热的，因为天气太热了。这个菜单上写2万越南盾，这个要交税2000，所以他又回来找我要2000越南盾。这一顿加起来大概就是接近30块钱。这是从南宁来河内的第3天了，然后这一次终于要前往越南中部了。前面3次来越南都是停留在北越。那我突然吃完，我想到啊，这个越南的饮食特点啊，你看它这个每个菜式的分量都挺小的，肉末一点点，然后鸡肉丝一点点，腊肠一点点，搭配在一起就有一种小而美的感觉。这个地方上车点叫 HK Business， 这里好啊，有空调。先上这辆绿色的，应该待会儿还有这个卧铺的大巴，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嘛。就是这一辆过夜大巴。这是一个双层的卧铺过夜。去顺化，拖鞋。先把鞋给用塑料袋装起来。我是16号。这个是我第2次坐这种卧铺的大巴了，之前那个是白天坐。我来看一下越南，它这个到处是这种过夜大巴，还挺舒适的。你看。OK， 那这个的话就没有那么长了哈，它这个是一个有坡度的，躺在这里没有办法躺直。上面有电视机，有这个空调口，还有一瓶水、枕头，还有那个 USB 口这里。上次我在沙巴也是做这个，但是因为我的裤子太脏了，鞋太脏了，他就必须要我换裤子、换衣服才能上来啊。因为它为了保持这些卧铺的一个干净，票价是60万越南盾，大概是180块钱，坐13个小时左右。这第一次去中越，这里有各种开关 ，USB 口、Type C 口，这些是显示灯开关，有这个湿巾了啊。那这个比我在沙巴坐的那个要更短一点。我现在是躺在沙发上的感觉啊，这个腿要曲着，它也是可以关下来好好睡觉的。班车开了约1个多小时啊，来到第一个停车点，哎呦有点晕哦，这个车也是有点晃的。上次下车没经验，这一次有经验了哈，把这个现金带着，有可能上位谁洗手间要给钱。哎，这里倒是免费的。凌晨2点09分，还有大概4个小时就到顺化了。哦，我真的在车上一刻都没睡着啊，就感觉头有点晕，还挺难受的。加油站附近，这里车来车往的话，也主要就是这些大货车或者是一些过夜大巴。
一瓶水1万越南盾，3块钱。继续躺着，就是睡不着。这个是车屁股的位置。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坐过夜大巴，这好像是我搭这种大巴时间最长的一次吧，一口气搭13个小时。而在中国，我搭过最长的这个大巴，好像就是从广西到广东吧，好像是没有10几个小时，好像也就7、8个小时。15年前大概，想起那以前的回忆啊。以前高中毕业了就去广东打工嘛，打暑假工进工厂，很辛苦。有时候晚上通宵在那个流水线上打包装，然后1个月那个是人生第一笔工资，871块钱好像是。哇，当时拿到这一笔钱的时候，那个心花怒放呀，说着都有点流眼泪。我的天，已经天亮了，现在是5点10分了，应该很快就到达顺化了。我基本上一晚都没睡着，那朝霞在天边闪烁着。搞错了，这里只是东河市，还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顺化。早上6点22到达顺化的停车点了。如果有朋友想从河内来顺化玩的话，我建议还是坐飞机吧，因为坐大巴的话，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的话，还挺辛苦的，主要是落得一个腰酸背痛。这个我发现6点半还没到啊，这只是顺化北部汽车站。我先在这里调整一下，这里有一条小河。叫了一辆 Grab 在等车，早上上班的人啊。OK， 辛苦这小哥了。这个越南中越啊，这个天亮的特别早。早上我们也看到了，像越南中部的话，5点钟就天亮了。现在好像是8、9点了，其实才7点钟左右，太阳就挺亮了。越南一共有6个中央直辖市。所谓直辖市，行政级别跟省相同，但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财政预算、基础建设投资和规划权限更大。越南的6个中央直辖市呢，分别是河内市、胡志明市、海防市、岘港市、秦居市，而最新成为直辖市的，无疑就是顺化市，它是2025年1月1日升格为中央直辖市的。资料显示，它的面积约有49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23万。主要产业呢是服务业，也就是旅游业，占比达到60%左右。Okay, cảm ơn. Excuse me, how old are you? That's okay. Thank you. Welcome. 我看这个小哥哈，有时候还挺同情他们的，就是开那么远才1万5越南盾，相当于4块5人民币。然后我就给了他2万了，不用找了。我感觉应该是20岁左右，特别年轻。OK， 拜拜。哦，订的是一家 OK，30万越南盾的一个民宿哈，看评分挺高的。9 AM。Killing room 9 AM OK. Check in 9 AM。哦，他给我一双拖鞋 OK。感恩。就是这个房间特别干净啊，这个是民宿的一个大厅啊，挂满了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的照片啊，就很温馨。哦，So handsome，handsome，有伞。You handsome。
Say hello。嘿嘿，你几岁了呀？Bạn bao nhiêu tuổi? Bạn 3 tuổi. Suy gì? 哦，3岁了啊。Bicycle 50. 啊。Motorbike 1 2 0. 如果包括汽油摩托车一天多少钱？150. Handsome boy。奶奶送孙子去上学了。诶，啊，老板一直坚持要把我提上来，很拗不过他。感恩。从来我一直都是自己提的，在这里的话他就抢过我的行李箱，一定要帮我搬上来，这4层楼啊，然后一口气他就搬上来了。哦，这个很不错啊，很敞亮啊，外面能看到绿色，风扇、空调、壁画，能住到这个房间很不错了，90块钱，冰箱。看一下洗手间，感觉这户人家还特别的。现在开始洗个澡，感觉全身黏糊糊的。之前在临平住的家庭旅馆啊，就是洗不到热水，后来老板说因为你没开开关啊，这边洗热水呢还要打开这个开关，等5分钟。准备出门，现在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所以呢，要把这个防晒口罩戴上，国内买的这个防晒口罩。Let's go。Hello camera hello。现在是越南时间早上10点钟啊，特别晒，早餐都没吃。我发现我这半年啊，就是如果没有按时吃饭的话，就经常感觉头晕，有时候都快晕倒的感觉。这么酷热的天气，我估计现在出门的游客应该挺少的，很多估计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才出来溜达。这条江就是鼎鼎有名的湘江，没有这条江呢，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江就没有今天的顺化皇城，这里很秀美。现在呢，我要走到这个顺化皇城，也就是越南8个世界遗产之一啊，在1993年呢被联合国列入这个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此行来顺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游览地。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想看看这里的一些饮食啊、风土人情、人文等等。这里有一些龙舟，买票的话可以坐船游览湘江。湘江这个名字挺好听啊，像湖南的湘江也是同音的。在太阳底下几分钟就感觉受不了了。这个皮肤都晒红了。现在我是在湘江的南面，而顺化皇城在北面。这个是很有这个中国风水的一个考究的，就是向南而治。你看啊，这个越南哈，即便它中部的地方呢，也是跟这个广西也有相似的地方。这些是凤凰树，我们在南宁的影片中也拍了好些这个非常灿烂的凤凰树，在这棵树上好像这个花朵比较少。哎呀，这一路都是卖咖啡的，就没有卖那些主食的呀。肚子饿得呱呱叫呀！这地方吃东西的地方都在哪呀？不至于吧？我走了挺远了，硬是没看到一家卖吃的。这里有2个转经筒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我打了辆摩的前往顺化皇城。顺化皇城呢，从17到18世纪开始，阮氏家族呢就在此建立了驻地，成为了越南南方实际的统治中心之一啊。而直到了1802年，这个阮朝的开国皇帝
才以顺化为帝都，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皇城和宫殿，仿照的是中国的一个都城布局依湘江和余平山地形布置。直到1945年阮朝结束，也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结束，顺化呢才结束了作为越南都城的一个历史。顺化皇城的游览内容呢，我将于下集和你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阿树的频道，不妨点个关注，方便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休息一下，这个芒果是真的不好吃，这个壳也特别大，只有酸味。这条湘江蜿蜒着流过顺化市的城区人家说有江有河的城市景色都不会差，此言不假。这个江边的公园挺漂亮的，一些人在这里跑步，或者是露营，或者吃零食拍照。这个江边小路呢，就每隔100米基本就有一个垃圾桶。你看对面是一个洗手间，垃圾桶，这个洗手间是半露天的。越南语好像男士叫 nam， 女士叫 nu，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个铁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是湘江边的东巴市场，是本地最大的一个综合性市场。你看这个堆积成小山的一些香蕉。新早。菊花。这个芒果千里透红，好大一个。西瓜、火龙果、红毛丹、李子、桂圆、橘子。哇，这个芒果是这个球状的，这个是什么呀？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叫什么呀？西瓜、哈密瓜，3K 1公斤，那岂不才4毛5一斤？这个水果种类好丰富呀，好些我都见都没见过的。这个红色的像大蒜一样的，有那么一刹那恍惚间还以为是中国的市集呢，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跟南宁某些市集有挺像的，那种氛围感比较像。山竹，这是很小的洋葱好像是。这个很大的市场。这人的长相真分不出是广西还是越南，真分不出来。这个市集往河边走，大概50米就到河边了。这航拍一下。
20万。这小伙子买了一袋小鱼啊，来这放生来了，还捎带了3只香。1公斤是2万越南盾，4块钱。OK。OK。No。4块人民币啊，这个还挺多的，1公斤啊。尝一尝越南荔枝，先试一下这个荔枝啊。这个荔枝，哦呦，好多水。这甜也挺甜的，汁水挺多的，就壳大。我记得大概半个月前在河口吧，河口县那个荔枝都卖到15块钱1市斤，哎，30块钱1公斤。这个甜味带一点苦味的，不知道为什么，都甜到发苦的感觉。试一下这个红毛丹啊，就像龙眼一样的里面的果肉，以前没怎么吃过这个，好像吃那个桂圆吃龙眼的感觉。这2个水果都是一般吧，不难吃也没有特别好吃。这个荔枝甜到带一点苦味的，好奇怪。乘船夜游湘江。坐这些游船呢，晚上7点钟呢，船上就开始有一些歌舞表演了，歌唱表演了，所以再等一等啊。现在大概下午5点钟，还有2个小时。傍晚的顺化市像河上小舟荡漾，露出十分优美的一面。这里像偏安一隅的小镇，波澜不惊，细水长流。我在这里漫无边际的发呆，不像在越南快速发展的大城市时，我在这里联想的事情不是那些宏大的主题，想的是这里的人是怎么在江边度过一个平淡的下午。我是真羡慕那些在这一片晚霞的风景里划着皮划艇的人啊，荡漾在江里啊，太惬意了。这个虽然城市不大，但是生活方式的话还挺松弛的哈。到了傍晚晚霞在天边的时候，一群这个穿着靓丽的年轻女孩在那里排队拍照。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